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快又到了我们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一成不变只是方法，千变万化才是妙法。那这句话是表达了用法的时候呢，那一种灵活跟创新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固定的规则跟方式只能适应特定的情境，要能够灵活运用跟适应变化，才是真正的妙法啦。用法之道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求，去灵活调整跟运用，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啦。那佛陀在传法的时候，会根据不同众生的根基呢，跟理解的能力以及心理需求，而采用不同的说法跟教化的方式啊。例如对智慧高深的众生呢，佛陀会讲深奥的道理，就像空性啦、无我啦，这种比较深的概念呢。对一般大众呢，佛陀会讲简单易懂的譬喻来解说佛法例如《法华经》中的火宅喻就是通过故事来解说佛法。那对儿童及初学者呢，佛陀会讲人生无常跟见苦知福的道理来引导他们呢走入佛门那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对求财的众生，他会化为财神来帮助他们呢度过经济的困境那对在险境中呼救的众生观世音菩萨会化为渡船的船夫帮助他们脱离险境那对需要佛法的众生呢，佛陀会化为一位僧人或者善知识为他传授佛法这种根据众生的需求跟契合众生的根基而变化身相，身体的那个相这种做法呢，就是千变万化的妙法了那《孙子兵法》里面有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也是一种妙法意思是说，用兵作战不能够拘泥于固定的战术，必须根据敌人的动向、地形、时间等等因素去灵活应对面对敌人很强的时候可能需要怎么样？采取游击战术声东击西这个弹性的很这个避免正面冲突，因为他很强那面对敌人疲惫的时候呢，就要趁虚而入采取正面攻击那这也是千变万化的妙法那面对不利的地形的时候就要避其锋芒选择撤退叫做知进退者为英雄否则你就要吃亏这种因时因地因敌情而灵活应变的策略就是妙法。同样的道理医生诊疗的方法也需要因人而异例如治疗相同的病症，对不同的体质的患者像儿童老人孕妇对，医生可能采用不同的药物跟剂量甚至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嘛。所以医生也是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治疗方式所以一成不变只是方法，千变万化才是妙法。那这句话不只适用于佛法的修行连教育战争医学等等的不同领域，甚至是日常生活里面人际关系也是可以适用这句话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总是采取千篇一律的方式来应对不同的问题跟挑战最终会让我们陷入僵化不灵而无法应对变化跟复杂的情况其实我们闻法求道之后的用法呢，也是要与时俱进还要推陈出新不但要旧法新知，还要新法必知那宗门要创新，法脉要守旧，该创新就要创新，该守旧就要守旧方法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能随机应变跟灵活弹性的运用，才会产生比较好的结果啦。举例来讲大家一听就懂
应该是差不多20年前吧，慈济在全台湾呢各进士堂举办什么父母恩重难报经因为内容是在宣扬孝道的提醒大家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道理他透过舞台剧表演呢内容呢非常感人动人心弦那参加的会众每个人都感动不已泪流满面获得很好的回响因为这样这么成功呢，海外的一些慈济据点像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中国大陆，他们也想办华人这几个都是华人的地方嘛然而当他们用父母恩重难报经为主题去申请演出准证的时候呢，碰到问题，因为新加坡政府认为你慈济的善款是来自各社会阶层那什么宗教的捐款者都有嘛，所以你如果把钱花在这个宗教性质明显的活动里面呢，他们不同意那我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改名字嘛不要用父母恩重难报经用浩瀚父母恩没有经对，避开了敏感字结果申请过关了。那中国大陆对宗教的管理更是严格嘛那申请以父母恩重难报经去申请也是被打回来后来把主题改为亲恩浩连天这个也是没有经的对，这样一次就过关了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在新加坡的室外的运动场要举办浴佛典礼申请准证时也是被政府驳回后来我们把活动主题改为什么？为世界和平祈祷，马上批准了。其实内容都是一样这就是名称有所改变，但内容不离其中形式跟方法改变，但本质是依然不变的。这有所变，有所不变这个叫万变不离其中就是万法归宗或万法归一意思就是说法门跟方法千变万化，而且各有不同的巧妙，最终都还是回归到同一个道理跟真理。就好像有许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嘛，那不管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甚至用走路都好，最终要到的目的地是不会改变的。目标不会因你采用不同的交通工具而改变嘛。所以佛家讲的万法归一，是在强调各种不同修行方法虽然法门很多，但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什么？觉悟跟解脱这个是一个大方向这个不能变的，这个不能创新的，这个要守旧，亘古今不变的目标。所以万法归一也可以用来表达什么？无论问题多么复杂啦，烦恼多么繁重啦，解决的正确思维跟原则是一样的如果千变万化之后不能归宗也不能归一，那这样很可能是误入歧途偏离正道那这个就要赶快把它调回来以慈济法门来解释，就是宗门要深入人群嘛，所以要对机接地气嘛。也因此度众的方法该变就要变，该创新就要创新这样才会是妙法这是指宗门而言然而法脉就不一样了，法脉是深入经藏，所以要以经文为蓝本跟行动的纲领作为行动的纲领这个是最高指导原则也就是众串里面的那个众头这就是刚刚讲的归宗跟归一那个头那个原则法源不能变的。不同宗教都有它的基本教义不是吗？那这是代表它的精神跟思想这个就是宗跟一啦不但不能变来变去，还要守之不动，原汁原味甚至还要复古嘞。他们也不必创新因为没有永续的问题如果不能归宗或归一就会失去核心思想跟核心价值造成热闹有余门道不足也因此呢，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道，慈济如果把法脉拿掉，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慈善机构而已但是今天它不是这样子，因为它有法脉，它是一个修行团体可见法脉就是法髓，也是慈济宗门的法源，重要性是不可
不言而喻是不言而喻宗教比较没有永续经营的问题，每一种宗教都是历史悠久例如印度教到现在已经是超过3500年历史犹太教是4000年历史更久道教是2400年的历史基督教也2000年回教是500年历史锡克教也是500年历史但是反观盈利的企业寿命就相对的短了很多全球500大企业中在20世纪的50年代，企业平均寿命60年。那现在呢，因为技术变革、市场竞争很厉害或并购重组等等因素的变化呢，企业寿命更降到了15到20年左右而已最多也不超过50年超过100年的那是少之又少了。我自己的事业也是做了20年就歇歇收看了所以企业寿命短所以才会研究如何让企业永续经营也才会讲说如何创新对不对？突破困境推陈出新就是这样子那宗教团体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讲创新，总是要与时俱进但精神层面例如他的教育跟思想或者法源这个必须守之不动不能讲创新即使你不创新，它也会自动永续的。刚刚前面讲的那些宗教不是吗？都是历久不衰、历久弥新是亘古今不变事实就是如此虽然我们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然而法门虽多，不离全实，全实之外别无他法。意思是说，佛法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法门但方法再怎么多，也离不开全跟实全就是方便法，实就是真实法。那不离全实就是不离其中，离开方便法跟真实法就没有其他法了。宗门这么多，最后还是回归这两个，也是宗门跟法，也是我们直接讲的宗门跟法脉，这两个就这么简单。所以刚开始进来做志工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关系哎呀，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先做再讲啦，这叫方便法啦。讲深一点叫做什么？饮食失权啦，把真实法隐藏起来，用的是方便法那先做再讲，也就是什么？先做再讲，也就是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啦。不知道，但是先去行动，最后也会自知，也会知道。那志工做一段时间了就要继续再提升不能只是在做而已还要边做边学边做事边闻法，才不会用错方法而徒劳无功对不对？所以多做志工之外呢，还要多听佛法，多看佛书。那这个时候就叫做什么？开始有方便走入真实了意思是说没有拐弯抹角的啦，直接走入真实门的啦，让你了解真相跟实相。就好像做资源回收啦大地的环保大地要资源分类心地也是要资源分类有益心灵的牢记心头无益心灵的放诸水流这样就是由方便大地环保提升到真实的心地环保这样就是方便走入真实好，刚刚前面讲的是有一点深叫做深入，现在我们来浅出，用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大家更明白以武术来讲固定或一成不变的招式可能会被对手看穿这样我们就不用玩的啦，底牌被人家看了嘛，不是吗？赢面就比较小了因为底牌被人家摸清楚了。然而如果战术是灵活多变让对手摸不清我们要出什么牌，那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同样的道理在工作中或人群中如果我们做人处事是死板板的，台湾话叫做拖地的只会僵硬的使用单一的策略并且找借口说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子那这种心态就很难解决复杂的问题的啦。
更无法成功啊！因为成功的人很会找方法啊，失败的人很会找借口啊！所以人生的路有时候要懂得转个弯，路才会好走啊！直来直往看起来好像比较直接、比较快啊，但欲速则不达啊！转个角度、转个弯啊，甚至曲直向前啊，先曲再直啊，还不到目标，路更好走，更快到目标。所以曲直向前也是一种生活智慧了。该弯的时候就要弯，该直的时候就要直啊，不要直来直往。有时候要懂得转个弯啊，虽然距离远一点，但是会提早到啊。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的啊。因此，想要把方法变妙法，就要不断的透过学习跟创新呢，去培养我们的适应性跟灵活性，这样才有可能智慧增长，而乘风破浪的迈向成功啊！这个社会上啊，头壳比我们硬的人多的是啊，千万不要硬着头皮去撞啊！知道进还要学会退啊，知道勇还要学习却，知道执行还要学会迂回，知道坚定还要学会善巧。好，第一句，知道进还要学会退，意思是说，不只是要懂得往前迈进就好哦，还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退让，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相撞或者对抗啊。这是强调灵活应变的重要性。进取虽然很重要了，但懂得如何退一步也是一种智慧。好，第二句了知道勇还要学会却，意思是说，勇气跟勇敢虽然很重要，但过度的勇敢可能会导致鲁莽或勇而无谋啊，这会造成不必要的风险。第三句，知道执行还要学习迂回啊，意思是说，直率或直接呢，有时候是有效的，但直接重点不是吗？对，但过头了就会变成率性跟刚直哦，这可能会导致冲突跟对立啊。好，第四句，知道坚定还要学会善巧，意思是说，除了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跟原则之外呢，还需要掌握什么灵活跟巧妙的应对方式啊。坚定是代表我们内在的力量跟决心嘛，好，让人能够坚守目标啊，这是好事一桩啊。然而僵硬的坚持会变成顽固，有时反而会适得其反啊。所以刚才讲善巧是指的什么？采取绝妙的策略跟技巧啊，这样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或与人相处的时候呢，不但可以避免冲突啊，还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跟结果啊。好，以上这4句充满了生活的哲理啊，可以把它当作我们的座右铭啊，把它落实在生活中，就是生活妙法了。其实这也是做人处事的智慧。新冠疫情之前，慈济的国际赈灾都是由资深的慈济委员或者常住师父组成赈灾团呢过去主导因为赈灾里面有很多理念跟智慧呢，需落实在赈灾的过程中工作中，尤其不管是大小型的发放现场啦都有感恩、尊重、爱的人文精神这种赈灾的人文跟智慧，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法脉，它是无形的。那勘灾跟赈灾行动呢，就是宗门，就是有形的，因此宗门跟法脉是相辅相成的啊。这个我们也讲了好几次了然而即使如此呢，还是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必须用法必须对机才会是妙法。所以用法虽有其原则，但原则终究是死板板的啊，而人是活生生的啊，还是要活用死的原则。制度也是一样啊，制度是死的啊，对，要活用死的制度啊。同理啊，好话、近思语或者圣贤语录都必须死记，但必须懂得活用啊，否则变成学非所用啊。那用得出来就是你的，用不出来还是别人的啊。几年前呢那个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时候，堪称是世界大浩劫，不是吗？那正言上人身在花莲但心系全球啊，想要援助跟纾困的这个什么那个人数非常的庞大啊，这是大大有别于过去慈济所做的
国际政战的规模加上那个时候锁国不是嘛，封城，国际航线也都禁飞，国际志工也无法两国之间互相支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救援跟发放的思维就不能墨守成规了而是要推陈出新的，与时俱进的，弹性的做法。那个时候呢，梵蒂冈向慈济求援要2000多个口罩而已，2000多个都没有那时候台湾口罩不能出口很多国家口罩都不能出口。我们知道从哪里非洲的莫桑比克的联络处空运了6万个多个口罩过去。那梵蒂冈那时候也没有慈济据点跟志工但是救援工作还是照做。那时候呢，印度跟尼泊尔疫情也是很严重刚好印度唯一的慈济志工他是2015年参加的尼泊尔的地震的勘灾我们在一起嘛。而之后呢，他皈依了正言上人。那透过他的联络以及慈济跟其他 NGO 的这个管道呢，跟当地的一些慈善团体或非政府组织呢，大家跨国合作发放防疫物资这些国家都是慈济把物资空运过去，让他们自己发放。这个在慈济过去是不可能这样子做的，会担心对方不了解慈济的做法但是在疫情的紧急情况下呢，救灾思维去灵活应变只要能确保这些防疫物资会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上，这样在困难重重之下，就算是突破难关的啦，就达到目的的啦所以我们跟他合作也是要用视讯的方式彼此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不是每个都适合那现在疫情过后了嘛，一些国家只要碰到灾难，现在即使没有慈济据点，救灾物资也是透过管道送往救灾的国家没有慈济志工在场发放照样进行用法也是随机应变，否则就会坐困愁城这个在以前我们没有这样子做的。其实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别无他法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不是吗？那该变的时候不能一成不变那不该变的时候也不能变化无穷该变就要千变万化，不该变就要守之不动这样变与不变了了分明，清清楚楚。这是一种用法的绝妙灵活那无量易经的经文讲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无量法门是指无量的佛法修行的方法依据不同的众生根基提供各种不同的方式。那悉现在前的是指所有的修行方法最终都能在修行者的眼前显现出来。那这个前就是指人群你所用的法在人群中用得出来这个前就是人群。那得大智慧是指什么？修行者透过适合自己的修炼方式，能够破除无明而得到无上的智慧得到智慧嘛。通达诸法呢，是指什么？修行者透过跟自己对峙的法门，因为可以一门深入终于呢一理通万理彻入法界品里面也记载了一位佛教青年叫做善财童子他因为受到文殊菩萨的启发呢，发心到处去寻师访道最后总共参访了53位的善知识。这些善知识传授给善财童子的多样化的度众方式每个人的妙法都各有特色那善财童子在出发之前呢，文殊菩萨就先提醒他了，你在参访时要具备的正确心态什么是正确的心态？文殊菩萨就说了，善知识他们在度化众生时都有许多的善巧方便智慧也就是要有用妙法度人的智慧才能调伏摄受一切的众生你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能傲慢你要谦卑的去学习善知识的优点，但是不要去注意跟在乎别人的缺点。那文殊对善财童子讲的这段话也因此呢，善财童子参访的对象里面可以说是不分尊卑、职业、性别、身份的53参里面呢，有菩萨、国王、长者、比丘、比丘尼，在家男女信众，也有外道、婆罗门，甚至还有企业家开香铺的老板、家庭主妇、艺术家、数学家、妓女、传师、青少年等等，什么人都有。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解释。第一个叫做
自在优婆夷啊，他以蔬食美味来供养众生，先从色身的存活、饮食的需求啊，来给对方满足啊，然后再提升到他思想上的引导，帮助他们解脱。还有另外女菩萨叫做什么？婆须弥多啊，只要你跟他拥抱一下，或者握个手，你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哦，好像得到他的加持一样，对，那这也是一种渡人的功夫啊，也是妙法啊。那第7参是德云比丘啊，他教善财童子啊，如幻三昧啊，并示现的神通三昧啊，通过展示一切事物如幻如梦的特质啊，让人领悟世间的虚幻无常，用这个方式来帮助众生呢，破除对世间事的执着，从而获得心灵的解脱啊。那第20参呢是弥勒菩萨哦，弥勒菩萨带领这个善财童子呢进入他的阁楼啊，对他解说哦，一切法皆如梦幻呐的道理呀。那第41参是什么？夜神光主啊，夜神光主示现的无量光明，照亮了众生内心的黑暗啊，并讲解光明跟黑暗的关系，借此来说明善与恶、智慧跟光明两者之间的什么心境的转化。那第53参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以自己的行愿跟实践做榜样，启发众生的菩提心，去广行善事，通过具体的行善布施跟宏大的发心利愿啊，去帮助众生走向觉悟跟解脱之道啊。善财童子53参里面的每一位善知识，都以不同的妙法来度众生啊。有些通过神通，有些通过开示真理，有些通过实际的修行身教等等，各有不同的妙法。他们的度众方式千差万别，但核心目标都是归一跟归宗啊，也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什么？为了引导我们走向觉悟跟破除无明的这个境界啊，而达到智慧跟慈悲的圆满。每一位善知识都针对不同根基的众生，而用不同的方式展开教化，真正体现了佛教中因材施教跟方便善巧的智慧啊。那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哦：世间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不只是讲经说法是弘扬佛法，连音乐、歌唱、艺术、文化、媒体传播、体育运动等等，或者我们的歌仔戏，把它当作舞台戏在演也是一样啊。刚刚讲那个父母闹毛巾也是一样啊。只要能够切理契机，净化人心，都是在弘扬佛法。所以佛法是浩瀚如海，也才说法门无量是愿学。法门既然是无量，那更是学无止境啊！要学习让过去一成不变的方法，成为千变万化的妙法。唯有这样才能对应无边的众生所以要菩萨大招生，就要先建立这样的理念啊，才有办法做得到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一成不变是方法，千变万化的妙法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